过来，你想跑去哪儿啊？刚才是我不好。如果在你眼里，我还是之前舞会上那个阮曼君的话，那你就放开我吧。对不起，我知错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要告诉我。我知道，你什么都可以帮我，可是我不想这样。我想让你瞧得起我，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好像是为了钱才跟你在一起的。我想要理直气壮地站在你身边，好让自己能够配得上你。我知道，爱是给予，也是接受，给你我的所有，也正是因为我贪恋你的所有。别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对自己说晚安，中午醒来吃早餐，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。我爱我拉过狗，静静的角落，没有暴雨狂风。我爱我没理由，一个人太久，那么就让我。任总，抱歉让您久等了哈。一早上我们确实已经跟童总联系过了，他应该马上就到了。这都几点了？我请你转告童总，这时间的存在是为了让人遵守。你弄疼他了，能绅士一点。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是他好朋友，我是她男朋友。他不高兴就不行。先来后到，对不对？你比我懂。洪主要发这么大火，这场面说是不是你跟戴锦杰商量好的呀？别胡说，反正这事儿我又不想再提了。哎呦，人佟少爷都这么紧张你，你就心里偷着乐吧。对了，这周末陪我去逛街吧，他要过生日了，我想送他一个生日礼物。OK。
行不行呀？这2队休克都开了10分钟了。多多，要不然我们再去别家看看吧。哎呀，别，这里的哪一个你没看过啊？要不我给你做主了，就这个吧，我包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还是我自己买。要不这样，你下次发了工资呢，你再还我好吗？小姐，把这个包来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要这个吧，4000块，它可是同桌摇啊。就要这个，谢谢。好啦，来。请问小姐需要什么？帮我把这对2万的袖扣包起来吧。好的。你看吧，叫你买不买，现在已经是人家的了。别看了，跟你无缘。哎，这酒你轻点喝，挺贵的。你这倒好，一仰脖当水给我喝了开行。你在我们家喝了多少酒？你现在不舍得啊？要不是你们家多姑娘把我女朋友带去逛街，你以为我有时间过来陪你啊？行，那你喝吧喝吧，反正过2天多多也不是我家的，看你还有什么理由？什么意思啊？离订婚的日程提前了？跳开订婚，直接办婚礼，真牛！不是你跟别人订婚，多多怎么办？我家多多就这点好，从来不跟我提结婚，也不要什么名分。其实结婚也就是个形式，以前怎么过，以后还怎么过呗，大不了低调点。任正明，你还是就个混蛋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这种流氓事儿只有你能干得出来。你也先别瞧不起我，等轮到你那天，有可能你还不如我。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你知道现在曼君在钟立涛的公司上班吗？不是吧？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我倒是希望只是巧合。可是你说我不能因为我们家的事儿让他辞职吧？这样太不公平了。你帮我稍微看着点，别有什么事儿什么都好说。你想的也太美了。你妈是个眼里容不了沙子的人，她能轻易饶了你？别到时候把阮曼君弄得跟欧菲一样消失了，你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你和冯博文打架只不过是年轻人一时的冲动，我还帮着洁白，我还替你在洁白面前拼命解释。可你呢？你倒好，你居然是为了那个女人。所以呢？你知道自己姓什么吗？所以你去找他，叫他不要来见我，还把洁白叫过来是吗？对，把洁白叫过来就是为了让你清醒清醒。你别忘了你自己要娶的人是谁。那是你让我娶的人。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要我说啊，咱就不应该奢求什么真爱，凭什么就咱命这么好？从小到大，过得都比别人生活优越，锦衣玉食，这注定要缺失一部分补偿回来，要不然委屈自己，要不然就造孽委屈别人。如果那个别人是曼君的话，那我宁可委屈的是我自己。行了，豪言壮语留着跟他本人说吧，咱聊聊过生日的事儿。你说，咱要不要开个 party 庆祝一下？应酬太累了，我想2个人一起过。咱俩喝酒吧。洁白啊，你来你怎么也不早点说一声？阿姨也可以给你做好吃的呀。这不是阿明生日嘛，我们就一起在家吃，给他过个生日。哦，哎呀，阿姨真的是老了，你要不说呀，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可是我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会了，要不你们2个今天就2人世界，好吗？
你尽会给我找机会。谢谢阿姨啦。你随意啊，我去换身衣服，我得赴约去了。哎，把这里当自己的家，好吗？任总那边最近1个月都约不到时间了，恐怕我们暂时的重点得放在钢材这块儿。两手准备吧。不过那任总也真够绝的，时间一到站起来就走，1秒钟都不等。他还挺有性格的。改天啊，我当面跟他道个歉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查那个戴静杰怎么？已经查了大半个美国了，我尽快。今天你生日，下班回来一起吃饭，顺便帮我带些保养品，不许说不啊！哎，夫人这边又要吃保养品了，燕窝吧，今天必须要送到。今天啊？嗯。那加急得加钱呢。这样吧，明天早上5点半到公司过来帮我整理资料。还加吗？啊？你要知道，冯博文现在是打击佟卓瑶的一把利器，那他用手段抢了你的客户又怎么样啊？如果有一天需要，你都还能跟他坐下来，推杯换盏才行啊。我知道了。喂。嗨，婉君。啊，静姐啊。在忙吗？啊，有事吗？是这样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想跟你说点事儿。可能今天不行。你有什么急事儿吗？有点很重要的事儿，想征求一下你的建议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去接你。啊，先不说了啊，我先挂了，拜拜。叶小姐，阿梅呢？佟总晚上有事儿就不回来吃饭了，他给夫人买了燕窝，特意交代我送过来。不在啊。啊，他有事出去了。那就麻烦叶小姐帮我转交一下吧，谢谢。我先走了，叶小姐。等一下。他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你能帮我转达他，我在家里等他吗？佟总今天晚上有应酬，估计得很晚，他应该今天都不过来了。叶小姐，再见。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喜欢吗？生日快乐！许愿吧。
好可爱。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我知道你有很多比这个还好的，可是我现在只有能力送你这个。帮我带上。你知道吗？对于我来说，你送给我的东西就是最好的。谢谢你。好美的雪啊！冷不冷啊？不冷啊，有你在，就不觉得冷。沿途中最美的场景，是我们遇见彼此。像你的呼吸渗透心底，想念的蛰伏。许的什么愿望啊？深夜里，我现在许了什么愿望还不能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大不过天，但是在我心里，却没有什么能大得过你。多远的距离，爱左右随行。这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，我希望以后你每一个生日我都能陪你一起过。最亲爱的你，谢谢。在心里命中注定是你，多远的距离，爱左右随行。我的 feelings, oh my loving for you。最亲爱的你，我决定要勇敢不放弃，哪怕我们与全世界为敌。Wherever you go, wherever you go, we'll be with you。天涯海角。我要见冯博文。
洁白，洁白。啊，叶小姐她已经走了。卓瑶没回来吗？啊，没有。哦，她让季东把燕窝给送回来。啊，你先去忙你的吧。哎。 来了，阿姨，请进吧。你不用这么假惺惺的。我知道你不欢迎我，同样，我也非常不愿意再见到你。但是你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，我就必须来问个清楚。你到底想对我儿子怎么样？ 阿姨，我们是……别急着套关系，我和你不熟，而且你别忘了，上一次是你自己信誓旦旦说和卓瑶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还以为你算聪明，听得懂我说的话，掂量得出自己几斤几两，自然就会离开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借着我儿子帮你的机会，你就缠上他了。我承认，我之前跟您说过气话。 那是因为我跟卓瑶之间有误会。说吧，到底想要多少？你不就是因为卓瑶能帮你，以为和他在一起就再也不用辛苦？这个条件我们可以满足你。开个价吧，只要你能答应离开我儿子，我绝不还价。阿姨，我尊重你，因为你是卓瑶的母亲。 不管你做出什么，我都可以体谅。可是我跟卓瑶，我是真心喜欢她。真心？好啊。你的真心值多少钱呀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跟欧菲一样。 欧菲怎么了？欧菲至少比你聪明得多，知道坚持到最后也一样什么都得不到，不如趁着行情还好，拿个不错的价格离开。你想清楚，我给的钱可不用你去做假证害死人。妈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我看你是疯了。 你忘了福叔是怎么死在你面前的？妈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就是害死福叔的人。你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，你怎么对得起福妈他们？你给我放下手！我告诉你，他还教训起我来了。 我不懂了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刻薄吗？我刻薄？哼，我看你就是被他迷昏了头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还知不知道你是谁？钟立涛是谁？这谁跟你说的？你敢做就别怕有人说。你为了他居然去给钟立涛的公司帮忙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童卓瑶。 你爸爸在天上看着呢，你别忘了，你就是因为非要和欧菲在一起，才把你爸爸气死。凭什么你们父女看上我的老公，我就要委屈自己让给你们呢？最自私的人就是你，你为了让海正娶你的女儿，你还威胁他，只要离开钟氏，就要毁了他的前程。你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，
你让一个3岁的孩子见他父亲，就像做贼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你，是你害死了你的女儿。没有我，能有你今天吗？那你也别忘了，是你让我取的中文。如果我早知道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会害死中文，我是绝不会陪你胡瞎闹的。你一定要把我爸搬出来吗？啊？你是不是想把我爱的人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赶走，这样你才会满意呢？你为什么总是要破坏我的感情？那是因为你是童家的人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可以为了你自己的爱情，不顾别人的感受呢？张姐，张姐，你别担心了，医生说了，阿姨会没事的。我想跟我妈单独待一会儿。记得，帮我送洁白先回去。叶小姐，走吧。气死我了！我好心好意要帮他，他居然赶我走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来，把眼泪擦了，别哭了，这么点事儿啊，不至于。童卓瑶啊，肯定也是为他妈妈的事儿着急了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童卓瑶这孩子不是没礼貌的孩子啊。你怎么开始为他说话了呢？之前欧菲在的时候他就这样，现在他又这样，他是不是喜欢上那个阮曼君了？所以你就把童卓瑶帮助金河的事儿告诉林露云了。那是你说的，阿姨不干涉，我就得看着他跟别人在一起，都是你说的呀。好，又是我错了，行不？对了，阿姨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咱们同事在金河有投资吗？金河？没有啊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听卓远的人说，阿闷为了见杨总，还专门跑了一趟马来西亚。我看他这么花心思，应该是有合作吧？啊，那可能是吧。你知道的，我对公司的事情不太管的。我只是气不过他帮阮曼君，才告诉阿姨的。我没想到他们会吵成这样，现在阿姨也住院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关女儿，爸爸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不是非童卓瑶不可？是。那好，不管怎么样，爸爸都会成全。爸爸。好了，不哭了啊。对不起，我妈心脏病发住院了。等我忙完第一时间找你。等我。你想清楚，我给的钱可不用你去做假证害死人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胡说？我看你是疯了。你忘了福叔是怎么死在你面前的？妈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就是害死福叔的人。你和这个女人在一起，你怎么对得起福妈他们？说不好，我应该陪在你身边的。是我不好，惹你妈妈生气，
还害得他住院。没有。等妈变好之后，我再跟她好好解释一下。你跟他解释，只会让他觉得我怕你快走。陈副导在我面前是事实。你别听他说那些，他说的是气话，好吗？也许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何文君，你看着我。我告诉你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，我都不允许你跟我分开。知道吗？行啊。你能在印尼找到这么一家皮包公司，要不是你，我手上那堆破玩意儿就砸手里。感谢我的话就不用说了。做事情吧。静。多多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啊，一直以为佟多瑶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少爷，现在才知道他比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呢还可怜呢。怪不得啊！我之前一问袁振明佟卓瑶的家世，他就一脸便秘样。平时看佟少爷吧，冷若冰山，我还以为都是他欺负别人。你想想看，你俩吵架的时候他那样。是啊，我以前还说了好多伤害他的话呢，现在才知道他是原谅不了别人的，原谅不了自己，所以才要把自己伪装成一副冷酷无情、百毒不侵的样子。其实啊，他比任何人都渴望一个温暖的家呢。我觉得呢，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你这还没跟佟卓瑶怎么样呢，他妈妈就3番5次的上门，这以后还不得跟你拼命啊？唉，我也后悔，我就不应该跟他吵架。这佟卓瑶的妈妈呢，已经出院了，你就不要再内疚了。我觉得，你要不然还是搬回来住，万一他妈妈再来找你，我就帮你一起对付他。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吵架了。我希望他能明白，我跟他一样都是爱卓瑶的人。你可以希望，他可以快点接受我。你这话真是酸呀。不过呢，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。袁振明的爸爸妈妈不在国内。妈，咱们两个能好好谈谈吗？我累了。您不要总是逃避好吗？逃避只会让事情越来越严重。那你就不要跟我提那个阮曼君。您不要总是逃避好吗？逃避只会让事情越来越严重。那你就不要跟我提那个阮曼君。我劝你，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如果您非要这么做，那就让我离开同事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啊？你为了那个欧菲已经把你爸爸气死了，难道你为了阮曼君还想把我气死吗？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是在惩罚我，对吗？你是想让我对生活绝望是吗？不是，我是担心你像你爸爸一样感情用事，我怕你有一天会后悔。
我们先不说阮曼君这个人怎么样，可他现在在钟立涛的公司上班，我告诉你，他早晚会成为钟家对付我们童家的一把剑。如果你是因为这个的话，我让他辞职，你可以不要再干涉我们的感情了吗？那你让他先离开金河，再来和我谈条件。冯博文不会傻到自己去出面吧？可是突然出现的新客户，佟拽瑶必定会更加谨慎，变成适得其反。有人能让他愿意相信的？养了那么久了，总该发挥点用处。外公，这事跟阮曼君没有关系，咱们能不能别把他给搅进来？从一开始就是你把他搅进来的嘛。酒会那天你别忘了，是你让老林给冯博文发的照片。嗯。请别伤害他，我想其他的办法。林姐，进去。我如果知道是现在这个样子，那天那场酒会我就应该带阮曼君走。我哪怕被佟卓瑶认出来，毁了外公的计划，我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但是如果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感觉。如果现在是你从佟卓瑶面前把他挽回来了，只要你让他和你在一起，他就不得不站在佟卓瑶的对面，不是吗？先别忙了，吃点水果吧。你吃哪个？这个。好吃吗？好甜啊！范觉，你说如果有一天金河和童氏成为了竞争对手，你会对我手下留情吗？不会成为对手的，因为你是我爱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我多想放开手上的一切，带你去到国外的广场上放鸽子，我们一起喂它食物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，你想要跟我过那样的生活？当然想啊，我可以去给鸽子送外卖。来，我先喂喂你啊。但是如果我让你为了我放弃你现在的工作，你愿意吗？你不愿意？卓瑶，你知道吗？遇见你的那天，我失去了一切，学业、事业、爱情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到底还是不相信我呀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我自己。不能说我跟你在一起以后，就什么都不让我做了，那我不成废人了吗？我需要有工作，我需要有安全感，我需要理直气壮地站在你身边。
说的非常好。再奖励你一个。讨厌。只要你让他和你在一起，他就不得不站在佟楚瑶的对面，不是吗？帮个忙。这些是公司的客户资料，陈经理让准备出来一份合作意向，估计要加个班。当然，可以拿回家做，可以。当然可以啊，免费助理可不想失业。算了，当我没说过。对不起，我自己来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建安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谢谢。交给我来做吧。只要让他和你并肩站在一起，他就不得不在佟楚瑶的对面，不是吗？现在就是你从佟楚瑶手中挽回他的机会。就是辞个职吧，多大点事儿啊！要去哪儿不方便，让他来找我，钱多活少，肯定给你照顾好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更不可能让他去你那儿。你想，如果他跟我在一起的话，连这点安全感都没有，那我心里会更不好受。谁让你妈总给你出难题啊？他是故意的，他是想让曼君知难而退。可是现在曼君毕竟在钟立涛公司，他是怕我被利用，这点我可以理解。可惜啊，谁理解你呢？你说我早听你的多好啊，他就不会趟进这趟浑水里了。你还好意思提当初？我看你啊，你就是自己瞎折腾。哎，你说好端端的，你把阮文军赶回这公司，现在好了吧？骑虎难下了吧？左右为难了吧？没想到你这中文说的比英文还溜。哎，你先别转移话题，其实可以商量商量，大不了再把法务再拉回来啊。当初你让阮万金进法务，他自己也是愿意去的，对吧？他的老师把他推荐给我做助手，协助我打一个特别复杂的官司。因为有他，案件进行得很顺利。我当时想收他为徒，把他留在正清，可惜呀，你程叔叔我照样被人拒绝。他说要帮她男朋友打理公司，等研究生毕业之后再考虑个人的工作问题。你可以啊你。工资我出，您只要帮我给他安排一个适合的职位。这不可能，他连资格证都没有，怎么当律师啊？你让他来我这儿工作，你说他能干什么？我总不能让他扫地擦桌子吧？可是您之前不也认可他的工作能力吗？大不了不出庭，不做案子。
你给他一个普通的法务所总可以吧？一个律所靠的就是信任。是我们无法证明网上的真伪，即便是假的，他总不能每见一个客户就澄清一遍事实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怎么能给客户带来足够的信任呢？如果我让他去你们同事做法务，你能接受吗？我可以接受啊，只要你可以安排合理，让他只为我工作。卓瑶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如果让人知道我们律所雇佣了这样的法务，那你程叔叔我多年苦心经营的这点信誉可就……你真是难为我呀！哎呀，你慢点，慢点，给你擦擦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？非要上班时候把我叫出来？我跟你说，你那个班可千万别再去上了，赶紧辞职吧。是卓瑶叫你来的吧？童卓瑶，那个人就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吞的人。我知道他很为难，但是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你们公司的幕后老板是谁吗？是钟立涛。不可能啊！公司合同上写的企业法人根本就不是他。再说，我也没有听公司人提起过。你听谁说的？我还不是为了你把袁振明灌醉了，从他嘴里给套出来的。你想想看啊，就你在钟立涛公司工作这一条，皇太后就可以把你咔嚓了。更何况童卓瑶还不管不顾的帮你签了合同，那可是帮钟立涛公司签的合同呀。你说这皇太后知道了，能不住进医院吗？难怪说让我辞职的时候那么小心翼翼的，还不是为了你那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感呀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金河和同事成为了竞争对手，你会对我手下留情吗？不会成为对手的，因为你是我爱的人。但是如果我让你为了我放弃你现在的工作，你愿意吗？卓美君，你看着我，我告诉你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，我都不允许你跟我分开，知道吗？辞职就辞职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大不了送外卖啊。我等一下还有个会要开，要不你去车里等我一下。我决定辞职了。我想明白了，不能用别人犯过的错来惩罚你，这对你不公平。你是想说，王先生，谢谢你爱我。谢谢你选择我。好了，快去忙吧。可是我舍不得你。好啦，我等你。等我啊。
受伤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嗨。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变成这样了？我看看。哎，不用，就是自己不小心。现在医生说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活动有点不方便，所以这不是在请你过来帮我签几个合同。我可能帮不了这个忙。我今天刚辞职了。因为我吗？当然不是。这样吧，我辞职好吗？因为你好不容易进了市场部，你不能就这么放弃，不能。是我自己的原因，静姐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月月初我耽误了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。到了月底，公司考核，我自然而然就会被开除了，你也就自然看不到我了。我会消失的，不用这样。行，不说这样，那你能在辞职之前帮我这个忙吗？算了，当我没说过。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月初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至于耽误这么多的工作。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是你一直在我身边帮着我。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我也不能走开啊。对不起啊，婷姐。你好不容易帮我争取到的工作，我也没有好好珍惜，反而还要辞职。这算是我能帮你做一件小事吧，也让我心里能够好受一点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希望每天能看见开心的你。谢谢。谢谢你。我去工作了，好好休息啊。谢谢。那要有什么事儿，你再给我打电话吧。好。林叔，跟陈经理说一下，那封辞职信就当没收到。哦，对，还有，别忘了告诉外公，我该做的事儿我一定会做的。但唯一的条件，阮曼君不能离开静和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幼稚。他以为他在和谁谈条件？要不我到金河打个招呼，再拖一阵子，等把事情办成了，再放他。你也糊涂了吗？他这么拼命的要转进市场，他怎么会突然辞职啊？肯定是佟卓瑶察觉了什么。但是目前来看，佟卓瑶还是签了合同，阮曼君还是发挥了作用，晋杰的办法也是有用的。如果我们不答应他，我担心。我也担心他一时想不清楚，再耽误了事情。等他把该做的做完再说吧。好吧，
几天辞职，可辞职的事，晚上回家吃饭吧。好。不是吧？哎，你们快看新闻，同事出售低劣钢材，仓库被查封了。你好，请问童总，请问一下，请问童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，看看他合否？童总还没回来，没在公司现在。先请回吧。童总真没在公司，真没在。好，先请吧，请回吧。记者都坐在门口，说是非要见到您，都没法干活了。新闻报道不是都已经铺天盖地了吗？他们是海鲜素材不够吗？我站在外边空口无凭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，有什么意义吗？可咱们是被冤枉的呀！我当然知道被冤枉了，不是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了吗？下面人都在会议室等您开会。我现在没有空跟他们吵架。对外公告，同事从现在开始停止所有的对外业务，彻底彻查这一批钢材的问题。你要尽快帮我查清楚钢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还有，我们一旦开口，就不能给任何人留下质疑的机会。知道了。我能不着急吗？哦，我先不跟您说了。观众朋友，同氏集团劣质钢材事件持续发酵，究竟内情如何？本台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同氏员工，请看报道。据建筑工人向质检部门举报，同氏集团在建大厦时所使用的钢材皆有质量问题，经有关部门核查以后，确实是不合格钢材。多多，你赶紧帮我给袁振明打个电话吧。我给卓瑶打电话，他也不接，给他发信息，他只给我回没事儿。发生这么大事情，怎么可能没事儿呢？他肯定是怕我担心，所以才什么都不跟我说的。我跟袁振明约法3章，这第1条就是不过问关于工作的任何事情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去能帮上什么忙呢？你还是好好想想，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辞职的事吧。我给他打电话就是想说这件事儿的，谁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儿。我现在跟他说，不是给他添乱吗？我就想，也不差这几天，过几天再说吧。也是。出公告了，糟了，真的出大事了。不行，我去趟同事。哎，你别去啊！疯了吗？这个时候去同事，皇太后没准就在童卓瑶身边，你这自己不是送上门吗？吴奶奶，我怕了你了，我给袁振明打电话啊。喂。那个，我看了新闻，同事好像出事儿了。你又帮不上忙，我现在正开会呢。听到了吧？我先回公司。阿姨，
先别着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问题的钢材从哪儿来的？你查清楚了吗？我已经在查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，您就别跟着担心了。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啊？公司这个时候资金本来就紧张，要是查出来真的有问题，你现在这种情况，你拿什么还啊？还有那些正在进行的项目，要是真的确认咱们公司出的货有问题，谁还和你合作呀？到时候资金链断了，同事就完了。阿姨，您先别着急，不如我让我爸跟他们谈谈，他们合作那么多年，应该会给面子的。太好了，洁白，那先听我不用了谢谢你爸。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影响的面越大，我们越应该给所有人一个公开的结果。如果在这个时候私下打点，只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有问题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才真的没有人愿意跟同事合作了。可是调查是需要时间的，在这段时间他们刚好可以找其他的公司合作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红叶可以担保同事，至少可以让他们持观望的态度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调查清楚这件事情。同事的问题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洁白说的有道理呀，你不要一意孤行啊。洁白，那就先替我谢谢你爸爸啊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如果你非要什么事情都干涉的话，你干嘛非要把我留在公司呢？您是不是怀疑故意有人安排这批钢材进出，然后包围记者？这么短时间，从公司到记者，一切都刚刚好，肯定是花了大价钱。这批有问题的钢材都是这样特寄来的。最后进来，就是最早出货。我是印的这批。作为同氏集团的一员，请问您对同事使用伪劣钢材一事怎么看呢？上面的领导反复强调要节约，做建筑的我们都知道，所谓的节约就是偷工减料。虽然有安全隐患，但下面的也只能照做了。谢谢。作为同氏集团的一员，请问您对同事使用伪劣钢材一事怎么看呢？上层领导反复强调要节俭，做建筑大家都知道，所谓的节俭就是偷工减料。虽然知道有安全隐患，但下面的人只能照办。喂，喂，周瑶，同事是被陷害的，新闻有问题。我已经知道了。我等一下还要回趟公司，你就别等我了。喂，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相信你。我知道了，挂了，走吧。这批钢材本来就是给姓童的准备，当初给的低价不收，现在躺在他仓库里，还了我高价。你说这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？你能把同事那个经理给管好，让他别乱说话。放心，他吃了我那么多回扣，堵得住他的嘴。再说了，证据在我手上，他不敢乱说。倒是我怎么也没想明白，你用什么办法让这姓童的把合同签了？事情我是不是已经给
做到。多分我10个点呗。我要钱。没毛病。反正都是那姓童的出钱，明儿我就打给你。走，喝吧，喝不了酒，你随意。就这样待在我身边吧，才不要让任何人利用你，伤害你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是不是等了好久啊？我累了，我们睡吧。我还有话跟你说，等一下先给你盛碗汤。If you give me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life, and I swear I'll never ever make you cry, and I believe there is an angel deep in your soul, so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and trust yourself inside.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.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ith with all my fortune. I swear I'll make you shine. That's what I can do. Oh, I love you, my love. That's what I can do. Oh, I love you, my love. 主要看看付款比例还有交付时间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赶紧找他们签合同了。这儿倒没什么问题，关键是我特对不起你，出了点小状况。徐总出差了，去新加坡了，可能过2天回来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刚走，助理上午告诉我的，现在应该在飞机上。那走几天啊？最多3、5天吧，我觉得没关系。如果你着急的话，我来，好吗？没关系，也不差3、5天，等他回来再把事情办好吧。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大恩不言谢呗。等我腿好了，我任你差遣。行，那你这2条腿呢就是我的了，先好好帮我养着啊。尊重你。我先好好工作。爸，喝茶。啊，哟，你按摩一下。哎，哎呀，无事献殷勤，真没好事儿。你怎么这么说呀？我自己的女儿，我闭着眼都知道你琢磨什么呢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么不低，那你就给爸吧，包还是不包？这
帮和不帮，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？因为他是我爱的人啊。哎呀，你好歹也是一个上校的优秀毕业生，这怎么说起话来一点等价交换的意识都没有呢？啊？我现在跟您谈的是感情，不是商业谈判。好吧，既然你想得到，那你就得经营规划。现在就是个机会，有需求才有市场。现在通州窑有需求，你就应该很好的把握市场。我不怕他损失，我怕他损失的不够多。他摔得有多惨，爸爸都有能力帮他。只有在他摔得足够惨的时候，他才能真正的意识到你对他的重要性。好好想想吧。谢谢。拜拜，短板就2条腿，好好养伤啊。拜拜。哎，徐总，是我。合同的事不好意思，可能还得拖2天。到时候我联系您。谢谢。老弟啊，这次实在是对不住了。我知道很让你为难，但依照同事这么多年的信誉，应该值得你再等一段时间。不是我不信任你，可公司这么大的项目已经开工，这等一天就是上百万，我也要和股东们交代的。你就别让哥哥为难，下一次咱们再合作。你开价我保证不还价，你看可以吧？哎，李总，你看我们现在，我们真的是很有。那就这样吧，咱们说好了，下一次。好，告辞。慢走。这已经是拒绝咱们的第3家了，要不咱们再争取一下，别人家一说不行，咱们就撤。做生意最终的目的，大家都是为了盈利，只能怪咱们出事的时间不对，还是尽快查清楚。实在不行，咱只能找红叶帮忙了。从来就没有这个选择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走吧。不能再等了，你赶紧给洁白打个电话，让他跟他爸爸好好说说。这种时候，能帮忙的也只有自己人了。出了事情，你从来都不会想怎么去尽快解决，永远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除了我，谁是自己人？你不打我打，我亲自打给老叶，我就跟他说，他女婿求他帮忙。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叶总。对不起，叶总正在开会，结束以后回复您。你看看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要不是你整天这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他能这样啊？你要是听我的话，接风那天就和洁白把关系定下来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都主动找上门来帮你，我何至于还为别人挂电话？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洁白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。跟我有关系的人，他只能是阮曼娟。